这一期第5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结构里面程序组织单元。我们分为5个小的部分来介绍程序组织单元，分别是程序组织单元的一个概念，然后是函数和函数的调用，功能块和功能块的一个调用，程序以及程序的调用，程序功能块和函数的区别。程序组织单元 program 英文就是 POU Program Organization Unit 英文的缩写 POU 由这个声明区和代码区2部分组成，是用户程序的最小软件单元。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就是主体的结构，就是以这个声明区和这个代码区组成。声明区的话主要是声明一个变量，代码区的话主要就是写这个逻辑代码，用户的这个逻辑程序。然后呢，按照这个功能可以划分为这个函数、功能块和程序。用户组织单元按照这个功能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这3个部分。在声明区，我们这个需要定义声明这个代码区所用到的一些变量。那这个就是声明区声明变量的一个格式。首先是这个变量的这个标识符，然后呢，这个是变量所映射到的一个物理地址，比如说 I 区的地址、Q 区的地址和 M 区的地址。I 区的输入区的地址 ，Q 就是这个输出控制的一个物理地址，还有中间变量的 M 区的地址，然后呢一个冒号，然后是数据类型。后面的这部分就是一个变量的初始化。在这个代码区呢，软件支持6种语言，分别是支持2种文本语言和这个4种图形化语言。6种语言都是基于 IEC 61131-3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程序组织单元的一个简介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介绍一下程序。程序是规划一个任务的主核心。程序拥有最大的调用权，可以调用功能块、函数。程序分为主程序和子程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调用架构，主程序可以调用这个它的子程序，程序也可以调用函数和功能块。一般在程序中可以定义一个局部变量，那么局部变量可以映射到硬件地址，也可以选择不映射，这个根据程序的业务逻辑来确定。那么局部变量在哪里？在程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结构里面有3种变量，一个是输入变量 output 输出变量，然后呢 var 和 n 的 var 之间的这个定义的这个变量就是局部变量。程序实例需要将程序与一个任务结合，否则程序是不会被执行的。也就是说，程序必须放在任务下面才会被执行，否则是无法执行的。下面我们打开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实操介绍。这里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工程。那么我们如何在工程里面添加程序呢？左键单击应用，然后呢选择添加，选择 POU。这里有程序、功能块和函数，有3种 POU 可以添加，我们选择程序。这里有6种语言可以选择，我们就以结构化文的 ST 语言为例。我们给程序起一个名称，
program 一。那么程序添加进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分为两个区域，上面这个区域呢是声明区，下面这个区域呢是代码区。我们可以在声明区里面定义三种变量，一个是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局部变量，也就是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局部变量。我们先定义一个输入变量吧。不，在这个区域里面定义的变量就是一个输入变量。我们定一个布尔类型的变量，给变量以注释。我们再定义输出变量，在这个区域呢，定义的变量就是输出变量。我们定一个布尔类型的输出变量。在这个区域定义的变量就是局部变量。我们定一个 int 型的局部变量。我们定义好变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代码区进行一个代码的编写。业务逻辑编写完成，我们进行编译一下。
要调用。我们编写完程序一，我们再添加一个程序，POU 程序，我们添加 program 2。program 2 program 2，我们换一种语言吧，或者另一种语言吧，添加 POU 程序 program 2 program 2，我们选择梯形图吧，然后我们定一个布尔量 out 变量，我们定一个局部的布尔量来体现状态。定义完之后呢，我们对 program 1进行一个调用，左键单击，右键选择带有 en 和 eno 这个功能块的这个选项，让我们输入 program 1 program 1，选择 true， 运行，选择 true， 运行起来。这个状态对应上，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对 program 1的一个调用。这里我们需要编写完这个程序和调用之后呢，我们需要将 program 2拖到这个任务配置的这个任务里面 main task 里面，主要任务里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任务拖到这个 main task 里面，是无法运行的。也就是这里程序的实例需要跟一个任务结合，否则程序是没有办法运行的。所以说我们要把 program 拖到里面。有两种方式加到 main task 里面，一种是选择 program 2，然后呢直接拖到 main task 里面，然后放，它就程序就跑到了 main task 里面，就跑到了任务下面。另外一种方式呢，我们左键双击 main task， 然后在这里左键单击添加调用，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程序，我们选择这个吧，确定。然后呢，这个程序就拖到了 main task 里面，在运行 task 里面的。在运行 task 的时候呢，就运行了 program 2。那么在运行 program 2的时候呢，也就完成了对 program 1里面程序的一个调用。我们现在编译一下，编译无报错。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启了仿真模式，仿真模式在这里开启。我们在没有 PLC 硬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启仿真模式，对程序进行一个仿真。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我们点击运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程序在运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态一直在变化。状态变为 true。那么程序的大致介绍就到这里。功能块是把反复使用的部分程序转化为一种通用部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反复使用的程序把它转化为一个功能块，把它写成一个功能块。功能块留有自己特殊的内存变量。控制器目标执行系统必须给功能块的内存状态变量分配内存。那么控制器目标执行系统怎么样
怎么实现给功能块分配这个内存呢？就是通过实例化。我们在程序里面调用功能块的时候，也就是在程序里面，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功能块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实例化这个步骤。通过实例化这个步骤呢，将这个功能块进行一个数据实体的实例化。那么因为功能块的类型是一个抽象的结构类型，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结构类型，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数据类型。我们要通过实例化对它进行一个现实的数据实体的一个实例化，给它分配一个运行内存，这样功能块的程序才会运行。功能块给功能块相同的一个输入参数，那么调用功能块可以得到不同的运算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功能块的结构，有这个大致有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这个内部的一个局部变量。然后下面就是用户代码。下面我们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实操介绍。打开 Smart Control 软件，那么怎么样添加一个功能块呢？左键单击应用，然后右键选择添加，点击 POU， 这里有功能块程序和函数，我们点击功能块，然后给功能块取一个功能块名。我们这里有6种语言可以选择，我们选择 ST 语言，以 ST 语言为例。打开功能块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变量声明区大致有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这个内部局部变量。我们在这里添加2个功能块。打开，添加了2个功能块。我们在功能块里面的输入变量，我们建立一个输入变量。建立一个for类型的输入变量。给变量注释。我们建立一个输出变量。我们建立局部变量。建立 int 型的局部变量。变量建立完成之后，可以在下方编写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编写完成，进行编译一下，编译无报错。那么我们编写完了这个功能块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将这个功能块应用起来呢？我们在程序2里面进行一个调用吧。在调用功能块的时候，我们要对功能块进行一个实例化。那么这个就是实例化的名称，这个就是功能块1，也就是这个功能块。我们完成实例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调用。左键单击这个小方块，然后呢，右键选择带有插入带有 en 和 eno 的功能块，然后呢，将这个实例化的名称复制下来，复制到名称里面，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 FB 进行一个调用，在输入的空格里面输入处将功能块运行起来。我们这里在程序里面建立了2个局部变量，我们将变量进到输出里面，进行一个编译，编译无报错。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这里我们开启了仿真模式，点击下载，这样我们就把程序下载到了仿真器里面，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启动，我们双击功能块就可以看到功能块的程序在进行一个运行。我们也可以对功能块的程序进行一个修改。点击下载，点击启动，我们可以看到状态在变化，程序在运行。那么功能块有一个属性，有一个特征就是可扩展性。可扩展性的意思就是功能块可以派生出它的子功能块，也就是说功能块可以扩展到另外一个功能块。我们这里已经建立好了2个功能块，那么功能块2可以扩展功能块1的一个功能。那么怎么扩展呢？我们将功能块2，我们新建一个功能块B3，然后这里有一个扩展，我们对功能块1进行一个扩展，也可以点击，我们可以直接输入功能块的名称 FB1，然后点击打开，就进行了一个扩展。我们也可以直接左键单击这3个按钮，这3个点的按钮，然后呢，在这里选择 FB1，这2种方式都可以。我们点击打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 extend 的 FB1，也就说明我们的 FB3功能块呢对 FB 进行了一个扩展。我们分别建立变量，修改一下变量名，FB3，
建立完变量之后，我们可以编写代码。我们对代码进行一个复制，进行一个修改。OK， 变异无报错。现在我们对 FB3 进行一个调用，回到 Program 2里面。我们对 FB3 进行一个实例化。我们对 FB3 进行一个实例化。FB3 下方插入网格。我们将 FB 进行一个禁用。左键单击，右键单击，选择带有插入 en 和 eno 的功能块，然后我们将实例化的名称复制下来，进行一个调用。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两个输入的拼角和两个输出的拼角。我们双击 FB3， 我们在 FB3 里面只定义了一个输入变量和只定义了一个输出变量。那么在调用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呢？因为我们 FB3 对 FB 进行了一个 extend， 进行了一个扩展应用。FB 里面有一个输入变量和一个输出变量，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扩展应用了之后呢，在调用 FB3 呢，这里就出现了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我们写入 true， 对程序启动。写完程序之后，我们编译一下，编译无报错。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点击登录并下载，启动，这样程序就运行起来了。我们双击 FB3 就可以看到程序开始运行。en 和 eno 就是 en 是功能块的使能端和 eno 是功能块的输出使能端，也就是 en 是功能块的一个输出使能端、输入使能端 ，eno 是输出使能端。我们必须对输入使能端进行一个使能，才能调用起 FB3。FB3 开始运行之后呢，它的输出使能端也开始复制输出。我们可以在 en 后面继续添加其他的功能块，例如我们可以添加 FB 功能块。FB3 运行起来之后呢 ，eno 开始输入使能输出，然后呢驱使了 FB 的 en 输入使能的 FB 程序开始运行。我们编译一下，编译无报错。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点击启动，双击 FB1， 我们可以看到程序开始在运行。双击 FB3， 我们也可以看到程序运行。功能块的内容介绍结束。函数是没有静态变量的程序组织单元，不能使用内部变量来存储数值。也就是说，函数的内部变量是不具有保值性的，不能使用函数的内部变量来存储数值。
函数是没有内部状态，没有运行时的内存分配。给函数相同的输入，那么函数经过运算之后，就会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没有二异性。只有给函数输入不同的参数，那么函数才会输出一个不同的运算结果。这是函数的结构，分为声明区和代码区。函数的属性，函数具有3个属性，一个是重载性，一个是扩展性，还有输入时能和输出时能。那么什么是函数的重载性呢？我们现在通过 Smart 产出软件进行一个软件。我们输入一个函数，在程序里面我们输入一个函数，左键单击小方块，然后右键选择插入带有 EN 和 ENO 的功能块，然后我们输入 add， 选择加法指令，加法指令就是一个系统定义好的一个函数。我们现在将变量复制下来。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直接复制变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左键双击变量，选中变量之后，那么左键点住变量，直接拖下来，拖到变量的复制区，拖下来放，这样的变量就会复制下来了。我们进行一个编译，编译无报错，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我们将参数写入值，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计算后的结果。现在我们将数据的类型进行一个变换。我们将数据类型变为 int 型，下载，写入数值，然后是写入值，运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输出的运算结果。我们将数值改为 real 类型，改为 real 类型之后呢，函数依然能够进行一个运算，这就是函数的重载性。也就是说，函数对数据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它可以基本上可以支持很多的这个基础的数据类型。对于这个基础的数据类型，它都支持，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重载性，它可以承载很多的数据类型。那么什么是函数的这个可扩展性呢？可扩展性的意思就是说，函数可以扩展它的输入引脚，我们左键单击选中函数，然后右键选择插入，这样的话我们就增加了一个输入，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就是函数的一个可扩展性。我们选中拖下来，拖下来，拖下来，编译，运行，写入值123.6，是写入值，运行。这就是函数的一个可
可扩展性。那么什么是函数的这个输入时能和输出时能呢？en 就是函数的输入时能 ，eno 是函数的一个输出时能。只有 en 函数的输入时能了，那么函数才会运行。函数运行了之后呢，它就会给它的这个输出时能以赋值。我们现在将 true 改为 false，也就是我们断了函数的输入时能，那么函数就不再运行。那么我们的函数就不再运行，我们只有将这个改为次元，函数才会运行。这是系统定义好的函数。那么如何添加一个函数呢？我们左键单击应用，右键选择添加对象 ，POU 选择函数，返回类型。返回类型是什么呢？返回类型就是函数经过运算之后要返回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这个运算结果的数据类型。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int，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基础数据类型，我们选择 int，选择确定。6种语言，我们选择 SD 语言，给函数起一个名称。哎，函数的变量有一个输入变量，有一个临时变量。输入变量我们定义输入变量，我们定义 int 系的输入变量1。int 型的变量输入变量，我们定义3个输入变量，我们定义3个局部变量。我们在代码区编写用户代码，编译点击左键单击右键选择我们输入函数的名称 fn1，对它进行一个赋值，建立3个变量，4个变量。
运行。我们分别输入值，单击调试，写入值，这样我们就会输出一个运算的结果。我们双击进入函数，双击进入函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变量有一个问号。那为什么有个问号呢？那就是因为函数的这个变量是没有保持性的，是属于函数内部的变量，它没有静态变量，它没有静态变量，函数自己的变量它是没有保持性的，也就是说，函数经过一次运行之后呢，它自己会对自己的内部变量进行一个初始化，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问号，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值是多少。但是呢，但是这个函数它是在运行的，我们改变值，接入，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值在变化了，但是它运算完之后，它的值变化完之后，它就会把内部变量进行一个自己的初始化。函数介绍完成。程序功能块和函数的区别。对于功能块来说，功能块的形参可以不做一个显示赋值，但是对于函数来说，必须做一个显示赋值。我们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实操。对于这个函数，我们将它的时长进行一个删除，编译，就会发现编译有报错，说明函数的形象必须进行时长的一个赋值。对于功能块来说，将功能块复制下来，我们删除功能块的一个形参，然后呢，编译无报错，说明功能块的这个形参可以不做任何形式的一个显示赋值。对于调用来说，程序可以调用功能块，可以调用函数。功能块可以调用函数，但是不可以调用这个程序。函数不可以调用程序，也不可以调用这个功能块。运行一个 POU 调用一个程序，从而引起这个程序的值的改变，但是改变将会保持不变，直到该 POU 下一次调用这个程序。即使这个周期内这个期间被其他的 POU 调用了，那值都不会改变。通过软件进行一个到有 Program 1，这里有一个程序，我们将程序拷贝下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调用，也就是在 Program 2里面对 Program 1进行了2次调用。我们编译、下载、运行，我们给它赋值，进入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值已经写到内部。在这里对 Program 1进行了一次调用，在这里对 Program 1又进行了一次调用。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改变值，写入值，点击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值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对 Program 1进行了一次调用。那么 POU 调用之后，只有等到下一个周期这个地方的这个值进行一个改变，那么内部值才会改变。
它不会二次调用。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改变，写入值234，我们可以看到内部值已经跟随变化。对于功能块来说，不管是哪个 POU 调用了它，它的内部值都会跟着变化。功能块一，我们在程序2里面对功能块一进行了一个调用，在程序3里面对功能块一又进行了一次调用。下载程序，我们将功能块一启动起来，写入值，那么功能块一就启动起来了。功能块一的内部变量已经在变化。我们回到程序2，将功能块一停止，保持在163。然后我们现在回到 Program 3程序3里面，将这个 FB1 功能块一进行一个启动。右键写入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量跟着在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变量一直在变化。这就是功能块，不管是被哪个 POU 调用了，它的值都会跟着变化。对于变量来说，程序里面可以添加局部变量、临时变量、静态变量和外部变量。可以添加局部变量、临时变量、静态变量、外部变量。功能块可以添加输入变量、输出变量、输入输出变量、静态变量和临时变量。函数里面可以添加输入变量、输出变量、输入输出变量和临时变量。程序、功能块和函数的区别介绍完成。